孙辉在1989年6世，死在解放军的枪下，我感到很遗憾。我是一个老工人，1966年，我带领全家，当时就有一个大孩子和我老伴儿，到大西北宁夏的地方支援三线建设。因为我是北溪煤矿的，为了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，支援大西北去了。大西北地方去的时候，那个地方人烟稀少，生活极端困难。可是为了国家建设，我们不得不离开北溪市，因为老毛头那会儿说，西北建设好了，他能睡好觉，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的到西北去了。后来有几个，有这个老二、老三，老三就是孙辉。我这个孩子挺勤奋，念完以后他一考到北京大学，我很高兴，因为北京大学咱们是中国来说，北京、清华是比较最好的学校。我也因为我自己的儿子考到这个北京，很高兴。另外，我将我的儿子送到北京大学这个地方念书，走在中央领导人的身旁，在他们教育下，一定会受到很好的教育。他们也会热爱祖国，为我们国家贡献力量。可是没有多久时间，就在将到不到1年吧，就发生了这个89年那时候闹学潮的时候，我的儿子也参加了天安门这个静坐。第2天的时候，因为那天晚上天亮的时候，有一些同学要走散了，我的儿子骑个车，在儿童医院那地方就是找一些13的同学，结果被解放军开枪给打死了。因为他身上穿的是北京大学的这个背心儿，所以说当时有人一看到以后，把他抬到儿童医院，其实到儿童医院已经没有气儿了。怎么打的？从什么位置打的？这个枪，这个子弹当时不打，后来由我去搁这个医院里头，把这个尸体化了以后，给他洗的时候，当时我说这人身上也没有枪啊，他怎么能死呢？后来我从那个胳膊抬起来以后，我才发现，从这个左胳膊打进去，左胳膊下面腋窝打进去，从右胳膊的腋窝出来，是这样的。我一看这边一个眼，那边一个眼，我看到以后心里特别难受，说实在特别痛苦。我讲我的孩子送到北京那个地方，在共产党的身边，能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为国贡献的这么一个孩子，结果呢，却死在共产党的枪下，这是我终生很遗憾的事情。我的儿子死在北京的时候，我还在煤矿下井努力的采煤，努力的为我们国家添砖加瓦。结果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很不能理解。事情过了以后，后来邻居们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说安全部叫我们，当时我们那个是这个那个地方叫石潭井那个地方，大沽口市石潭井那个区的地方，区里头的公安部门派了很多人来监视我们家，我就很不理解。孩子死在你的枪口下，我还在井下干活，你看着我们干啥？后来我家的电话也被监听，所以我就感到，共产党怎么成了以前国民党那样的说？国民党对这个反革命也进行监督。我一个我把我的一生都贡献了祖国，最后还得看着我们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实在是不理解这个事儿。我们是在这个长在红旗下，以前受传统教育，都是热爱党、热爱毛主席的时候，我们一心一意为
党的事业贡献了一辈子，结果现在我们像放个命一样，弄不明白是这个事情。现在20多年了，邓小平也死了，后来江泽民当了主席，对我们6·4这个事情一直没有给我们做一个评判，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后来胡锦涛上台也是愚痴，稀里糊涂啊，孩子无缘无故就死了，我们无缘无故就被管制，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罪。我儿子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没有人关怀过我们。每当6·4事件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以泪洗面。我的老伴儿因为儿子死了，这几年是身体越来越糟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活不了几年，但是我希望在我们临终以前，能够知道这个天安门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我的孩子就在路上走，骑个车就被打死了。天安门事件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是个学生，手无寸铁啊，你的机枪就能往人身上打。我到70来岁，我不怕，你们愿意抓就抓，愿意杀就杀，反正也就是对我来说无所谓。就是说，您对那个当年6·4大屠杀的这种认识，您认为他是犯罪呢，还是错误？犯罪。6·4大屠杀这件事情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，犯罪。这就是犯罪。因为这帮人，我们这帮孩子们，我们这些死难家属都没有拿到枪，没有去搞什么反革命活动。你说他们无缘无故的被打死，这不是向我们这个人民开刀吗？这个是，这是屠杀我们的。我呼吁啊，共产党，呼吁习主席，能够对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关心一下这件事情，不要我们默默地离开人间以后，是我们终生的遗憾。我也呼吁有良知的人，呼吁国际友人，呼吁世界上愿爱和平的人，对我们6·4遇难的这些家属给予支持，希望党能够关心我们。